是茶人李淑韵，从事茶的行业已经30几年，一直在思考当代的中国茶市它应该有哪一些符号。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不断的迁徙，从台湾到北京，从北京现在尝试到上海。这个空间其实是我们在北京的第7个空间，500多平米。一进门，我用的18扇山西老门，想要创造这个中国的3进不同层次的这个茶室的这个意象。一面墙，然后都是大的茶叶罐，借鉴故宫的那个红砖墙。安静在茶室的语言上是无比重要，希望大家走进茶室，喧闹的心得到一个洗礼。2楼会有一个黑色的审评台，茶室挂着这个陆羽经卢通碗。从唐以来，我们茶道的精神不应该断掉，我们这一代人渐渐的把它恢复。3楼其实就是一桌饭，如何喝个中式下午茶，茶跟酒怎么搭配，我认为是下一个中国人宴客的一个议题。未来的茶席的变化会非常非常多，中国的茶史建筑的这个语言还正在慢慢的进行中。母亲到了晚上可以独处的时候，从冰箱上面把你现在的茶道具拿下来之后，房间的一个角落打开一盏灯，其实就是你的茶室。在灯光照耀的我们说的结界里头，茶人是可以安身立命的。在静安区租了一个100年的老房子，一进门有一张是我刚从一条的那个拍卖拍来的，是王怀庆老师的一张裸女图。2000年的时候收藏的一张这个弘一法师的书法。怎么打造这样的一个城市的茶空间呢？如何让茶小白在他的日常的空间里面去打造一个生活茶系？我觉得这是城市茶客需要针对的。我在台湾的时候什么都不缺，很年轻就得了台北市文化奖，那时候我也不缺钱。终于有一天我也不想起床，可是这不是我要的人生剧本。出走到北京，我想要重新开始。第一个空间在国子监，那时候就有80平米，每天都有很多人在我们的这个楼下等待跟你见一个面，就为了一杯茶奔赴而来。我重新被打动。其实我压根没去过剧场，就是为了一口气。这是一个夏天的荷花茶会，一匹布从上往下蔓延开来，把它劈开就是4个茶席。从那场剧场茶会开始，一发不可收拾。是不是只有富人阶层才能体会到茶？我觉得中国茶道在复兴的过程难免，因为为了有更好的这个器物、更好的茶，可能是某一个阶层享受的便利。可是其实喝茶就是一个庶民的事情。1999年是台湾921大地震，在这之前我是一个古董茶道具的爱好者、收集者。山崩地的情况底下，你发现人都是脆弱，何况是道具。其实都在反省危机的时刻，茶人有什么意义？我在17年的时候受伤，我在加护病房躺了2个月，我在里面衣不蔽体。有什么东西是我跟隔壁床的病人不一样？他们可能在哀嚎，可是我是一个茶人，我是有我的尊严。读《金刚经》，然后每天在感谢我旁边的看护。我们教过很多设计师、建筑师，跑工地，随时都带着他的功夫茶具，坐下来跟工头、跟工人喝一杯茶，爱茶带到你的生活，甚至是影响到每一个人，终究追求一杯心灵的茶汤。